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春天谷移民频道。如果这是第一次您观看我的视频呢，那么我是德州的移民张律师。如果您希望获得移民的最新消息呢，请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我们处理这个各类的移民的案件其中包括这个家庭移民、技术移民、政治庇护、特殊人才移民以及递解程序等等。如果呢你有特殊的问题呢，你也可以直接跟我们联系。那今天呢，我们这一期呢，就要跟大家讲一讲2020年11月份绿卡排期的状况。那这个绿卡排期的状况呢，这个月刚刚出来，比以往晚了很多天。那总体的状况来看呢，就是家庭移民没有任何的前进，但是技术移民有一些前进。那我们先来看一看家庭移民。那这两个表格呢，家庭移民的两个表格都没有前进。dates for filing and the final dates charts 这两个表格都没有任何的前进。那我想呢，主要的原因呢，就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原因，很多这个移民的面谈被积压了。那这已经是连续第二个月家庭移民没有任何前进了。那我的预测呢是这个家庭移民将会前进下个月或者是下下个月应该会有一定的前进，因为现在各个国家的美国大使馆都已经开始把这个家庭移民排上的历程priority， 尤其是这个K1 fiancé visa 就是未婚妻移民已经提上了议程是他们的这个优先审理的这个项目之一了。嗯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一下这个职业移民的排期。那职业移民的排期呢，11月份是要看表2，就是 dates of filing chart。那个表2中呢，所有的类别都没有前进，除了 EB3 中的这个兜底的类别，中国呢向前前进了在中国呢向前前进了7个月。那现在的这个优先日期是2009年的5月1号。那这个 EB3 中的兜底类别呢，指的是什么呢？这个兜底类别指的是非技术工人，2年以下工龄的人，就是说 unskilled labor workers。然后这个工种呢，需要这个2年以下工龄的人，这种人的类别呢叫 EB3的一个兜底类别。那只有这一个类别呢，在11月份有前进，那其他的都没有任何的前进。那我们刚才讲的是表2 dates of filing， 这个表2呢就取决于你什么时候才可以提交 I-485。那你的优先日期排到了表2 dates of filing， 你就可以提交 I-485了。那但是至于这个对于已经提交 I-485的朋友们呢，你们等待的结果需要多长时间？那还是要看表1这个 final action date。只有你的优先日期在表1中排到了，那你的案件就会很快有结果了。那我们再来看一看表1，表1呢还是有一些前进的。那我们主要看这个从第一个开始 EB1，EB1 呢在中国和印度都向前前进了6个月，然后这个 EB2 的这个中国和印度呢，都向前前进了，中国向前前进了1个月。那印度向前前进了6个月，印度向前前进了大概有20天。那 EB3 呢，中国向前前进了3个月，印度向前前进了2个月。那 EB4 呢，中国呢现在是已经这个排到了，但是这个El Salvador 这个 El Salvador 这个类别呢向前前进了3个月，印度现在也已经排到了。这个墨西哥也向前前进了，也向前前进了一大步。那 EB5呢，现在只有这个中国有backlog 但是其他的类别呢都没有任何的前。那我跟大家做一个最后的总结。那我的预测呢，这个家庭移民在下个月或者是下下个月应该会有一定的前进。因为这个家庭移民已经被排上了日程。那这个技术移民呢，也应该会像这个月和上上个月一样，都会有一定的前进。EB1、EB2、EB3都会向前前进，但是看
看现在的这个进度来说呢，EB3会比 EB2要前进的快一些，但是也很难讲，因为现在很多有大部分的客户要从这个 EB3降到了这个降级，降到 EB2，那 EB2可能会这个前进的稍微的进度会慢一些，但是也要看具体的提交的这个数量吧。所以这就是一个大概的，今天我们讨论一下这个11月份的这个绿卡排期的一个状况。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可以给我们致电。那我们下期再见喽，拜拜。